来到这一家，好像是澎湖第一家麻辣锅，因为是故事情节，是因为他的老婆很想吃麻辣锅，但是澎湖没有，所以他们就自己开一家。我觉得它有点偏向单点式的全吃到饱。它这样子的摆盘，你看浮不浮夸？就是吃到饱的啊，而且这个好重，我刚刚手拿觉得好重。再加上他刚刚我们进来就看到他们的店员在整理那些汤头跟它的辛香料，所以我觉得这不太像是那种汤包泡出来的。那我就喝看看它的汤，再加上我发现它一上桌里面摆满了很多辛香料，比一般的那种吃到饱就是更精致一点。汤头算比较偏清淡，是真的有辣，会有辣感出现，但是偏淡了一点。那我觉得喜欢吃辣的可以点大辣试看看，或者是问看看他说可不可以中间加辣进去。人家推荐他的那个柚子汤，说会比较解腻。他说汤头里面会有这种淡淡的柚子味，就很清爽哎。我觉得这不太像是那种汤包泡出来，因为它味道是独特的，像这就是微甜。我是还吃不太出柚子味，这个就是也不像那种一般的那种麻辣汤了，它就是你自己做出来，只是没那么辣跟淡。那再来就是它的那些肉片，它肉片人家也是说。你看哦，这是吃到饱的肉片哦。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光我们在桃园那边随便一家小火锅，它都已经跟你标榜说它是重组肉，所以我再也不在桃园吃火锅，因为我不想花钱还要吃重组肉。那重组肉真的很恐怖，就是它碰到锅边它是整个融化。对，我觉得好像在吃那种就是假的食物，我就会不安心。我都花了快300块还给我吃重组肉，但是你看我这个才400多块吃到饱，它是给你真的肉，它是真的是有那个一条那种五花肉的形状，不会融掉的。看这是一体成型的肉，这真的不是重组肉。我一开始担心它的价钱，想说它这么便宜，它的肉是有问题，就我现在发现没有问题，是他的老板是笨蛋这样，都400多块，现在要吃到什么真的肉真的很难。它是真实的肉，而且它的肉夹起来有一种肉香，没有腥味。哦，这种都可以，真的是可以在那个干点火锅店卖。它吊打我们桃园的一般的那种200多块的火锅，老板是笨蛋，真的这是好吃的肉。而且它是五花肉，但是它没有那种吃起来很油很腻，你可以嚼到它的肉的纤维，它有那种油脂的香味。虽然说没有到那种嚼下去好香的猪肉味，但是它是有香味的。它这样子吃到饱，我觉得很划算。而且你再加大概100块就可以吃到牛肉，因为我们不吃牛，所以我们点最便宜的大概400多450对多，对，加500块500多块，我就觉得他是选澳洲的牛哦，那很好哎。而且你再加58块，还可以有炒虾吃到饱，大海虾吃到饱。吃看看它的五花肉，这个是梅花肉。现在个人比较怕胖，所以其实不太敢吃五花肉，但是它的五花肉让我觉得好健康哦，好清爽的甜味，跟它的油，还有鸡肉。我来吃看它的鸡，它其实是真的是那种，我觉得有时候那种火锅的鸡肉我都觉得很难吃，不是太干，就是太那个没什么鸡味，就好像它是那种素食店的鸡肉一样。我很少在火锅这种吃到饱火锅店吃到这种就是那你有鸡香的那种鸡肉，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应该会。你在期待就对了。对，这是它的梅花肉。梅花肉其实它的油脂好像也蛮丰富的，我觉得它肉有挑过，好像是说香草猪吧，就它真的肉有一种香味，不，它不是那种很浓郁的那种猪肉味，然后它是一种有股淡淡的香草味，好吃，我喜欢它的肉。因为这种肉可以吃很多，不会腻。像这一家，我觉得它真的就是用真的东西去煮。像一般我吃过假的汤头，它的辣会越煮越淡，最后会像水一样。我真的有次吃过一家汤头，是一开始吃超辣超好吃，煮到后面就跟水一样，不管你怎么加
就是加在补汤都没用，我就会觉得这真的就是化学汤头。这一家是一开始吃比较淡，但是真实的东西你越煮会把它的东西煮出来，像它里面的那些辛香料，我就发现味道有变辣一点，就比刚刚吃的时候再辣。它一开始因为东西刚丢进去，它在煮就比较淡，现在发现它的味道出来，就提升到一个比较辣，再辣一点，然后味道也再更厚实，所以我觉得这家是很推，它的东西都非常的好吃。以吃到饱来讲，这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饱，吃到肉质是好，它这个肉很好。谢谢。他马上就吃到了，他马上吃了，你掉筷子。他们还有那个咖喱饭，好好玩。他有煮一锅咖喱饭，你如果很饿，可以先扒一口咖喱饭吃，好吃哎，真的哦。它跟我们家附近卖的那种咖喱饭，真的在卖咖喱饭的人，那个味道，对，他是自己煮出来的，所以他是个很热爱料理的东西的一个老板。对，这个咖喱饭就是很家常味，不是那种就是料理包，不是随便，不是料理包，它真的有甜味，它有一种甘甜，那种不知道是洋葱还是什么的甜，那很好吃。一开始吃它的东西都是，一开始吃可能你习惯那种重口味的，会觉得很有淡，可是它的醍醐味会出来，像这个超甜，它那个甜不是加糖的甜。我是台南人，但是我不喜欢太甜，可是它的甜是很干，它会一直在你嘴巴环绕。一开始吃我觉得好像我们家附近的咖喱饭，可是它那个甜味好，就一直在你嘴巴残留，很好吃，很好吃。而且我发现它的咖喱饭适合小朋友吃，因为它不是那种很辣，它是甜味的，所以如果这个宝宝已经就是不敢吃麻辣锅，然后你就可以先喂他你想要满足你的口部之欲，可是小朋友不吃辣，塞他咖喱饭对不对？反正他小朋友才半价，小朋友就在后面。像刚刚我在品尝它的柚子汤头的时候，因为光喝汤我还喝不太出来，可是我把肉丢下去煮之后，它的肉里面就真的有多一股柚子的香味，就很清爽，所以一个辣一个柚子汤就很刚好，这咬下去多了一个香气耶。而且它的辣是越吃越辣，有那种嘴巴里面有你不要香辣的那种香气。我们刚刚想说怎么那么淡，然后煮到后来，我们本来想说要不要再把它加不用，后来发现不用，因为它的辣已经被煮出来。对，而且越煮越辣，这个就是真实的食材才能煮出这种层次感。因为照道理汤头本来就越煮越好喝啊。我自从很久以前吃到那个假汤头之后，我就很不信任那种这些很多火锅店，因为我们吃火锅要吃的是健康，但是那个是你越吃越不健康，所以真的这个店很推，非常推，而且它的摆设也不像是一般吃到饱，有自己的味道的一家店，真的很接近单点店的一家火锅店，甚至还超越了一些平价的单点。因为现在台湾很多店的肉都已经标榜是松鼠肉、鸡肉，唯一推的吃到饱的鸡肉。这一家，它真的是有香味，而且我很推荐你用柚子汤，这个对，加鸡肉去煮，就单纯煮鸡肉，因为它的柚子味让它的鸡肉更甜。我刚才咬下去，整个还好，那它的鸡很厉害耶。我觉得不是一般的鸡，他怎么肯花钱去买这个鸡？那还需要豆腐吗？先不用，我们已经对。它有肉香，加柚子汤跟鸡肉变成柚子鸡白汤。是，这是我们第二盘。我觉得这盘吃下去就差不多。差不多了。这是甜点。这家真的不怕你吃的，通常点吃到饱，现在的店家为了怕你太会吃，就是都给你小份，你就点了一堆，他还是给你一点点。然后你这个来就是一大盘，大概吃了2盘我就受不了了，就一个人1盘就很极限。我本来想说，因为它的梅花猪很好吃，我说我1份就好，他说那大概8片，结果刚刚又来了1盘了，我就快晕倒了。至少30片。对，他们就说上甜点，他大概看我们真的很饱，他说那我先上1碗，你如果吃不够再叫。我觉得这吃不下了，我还有1盘肉哎。这个是最争议性的，因为
有的时候有人来不一定那一天有，那我们算很幸运，因为现在芒果季快过了，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没点到，你也不要给人家留负评啊，因为毕竟新鲜的水果一定是他有才会准备的，那你没有的，你就下次再来吃啊。好，那我吃看看它芒果，这是非常新鲜，还好你有买芒果。不过它的芒果没有到非常甜，可是我觉得刚好，因为蛮解腻。这个应该是统一布丁吧？好久没吃统一布丁了，小时候的味道。还可以加这个。对，这是他们现煮的，好好吃哦，好想加进去奶茶。它有那种蔗糖味。现在老板很会煮东西，因为就算是吃到饱，他也是有感受到他对食材的那种挑选。还有一些尽量让你满足到跟一般吃到饱不一样的地方。最后跟大家讲，如果讲下来一定要预约。那我们想要点那个糖的饮料，低糖就是无糖的饮料，还有没有其他可以做成无糖？好，那这个那个点心的话，它是低糖的，有没有？甜点的话，我们本身是做比较减糖的配方。减糖对。这个的话是铁观音茶的蛋糕卷，它吃起来是茶香味比较浓的。那这款是乳酪味比较浓，这款的话，如果你本身喜欢吃甜，这款就比较不建议，它是比较浓一点的口感。哦。那提拉米苏我们本身是用不是传统的手指饼，它是用海绵蛋糕做的，是做的比较不会比较均衡，是比较不会酒味那么重的。对。有一种是那种酒味比较重的，我们是比较还好，是咖啡香比较重一点的这一种。这个美国乳酪它本身是美国的香甜这样子，如果你本身要低糖的话，这个也会蛮建议的。哦。那布朗尼本身也会是比较带有一点糖，因为它就是布朗尼巧克力本身之后也是比较浓郁的口感，跟布丁这样。如果你要低糖的话，会建议这一个，对，旁边4个，这个都可以先拍照，旁边这边是价格跟名称。好。然后再回味慢慢草莓都是可以搭配一起吃的。哦。谢谢。风干草莓。他们的那个茶店都是石头的吗？该不会是玄武园？哦，可是看起来不像玄武，这看起来就是人造石吗？有可能。很厚实，就是要拿来拿去有点不方便。这是他们的咖啡经典美式，上面会有自己烤的草柠檬片。这个是他们的铁观音，算是比较糖分比较低的甜点。因为我们有稍微糖尿病，就点这个来吃看看。然后上面的草莓干是他们自制的草莓干，都可以吃。现在红彤彤的那个，它这有2层，感觉一层是奶油，一层是铁观音，配上它的那个海绵蛋糕，那还有一些装饰。这个是伯爵奶茶，可以选择无糖。很多人可能想说，奶茶喝无糖的，你人生有什么乐趣？没乐趣也是要自己创造乐趣啊。他说，因为上面的茶比较厚，会有点苦涩，所以建议搅拌。但是我是想喝看看他们的本身的茶的味道。茶汤算蛮清爽，所以后面这样喝真的跟喝茶差不多，因为它的奶在下面，所以你喝起来会有种像喝茶的点点的奶味这样。那可是看起来很漂亮啊，你要不要喝看看？很有层次。先喝一下，因为我要把它搅拌。好，我喝喝看哦。我是觉得有糖无糖我都可以啊。那我把它搅拌下去。搅拌下去的话，应该奶味会变得比较重吧。过了奶香之后，就是它的融合起来的味道就是这样，比较清爽一点。因为少了糖的话，真的就是会比较没有那种甜蜜的感觉。但是对我来说，我是 OK， 算是蛮清爽。那我先喝一下他们的招牌咖啡漱漱口。咖啡长的4种，就是会说太苦太酸，它就刚刚好。我蛮喜欢这种调和，不会太像你喜欢喝的是比较炭焙味比较重，你喜欢喝重口味？我喜欢炭焙味。那我是喜欢去吃它各种味道的那个均匀度的话，这杯算是均匀度还蛮不错的，不会太酸。这样你不喜欢太酸，我觉得酸的话，它的那个咖啡豆的果酸会比较多，但是这个就是很刚好。有炭焙香，然后有淡淡的酸味，很清爽，很适合夏天喝。要不要这个？我喝一下它泡过那个柠檬的地方。你说上半部有泡到柠檬吗？其实柠檬因为它是烘干过的，所以我本来以为它的柠檬会变成西西里咖啡，但是其实没有，可能要泡久一点。对啊，还不错，这杯很适合夏天，非常的清爽，对，爽快型的咖啡。那接下来就是他们的甜点，
因为不能吃太多甜点，我们就点一个，而且要点最低糖，就算是糖尿病也是要开心的出来旅游。先吃一下它的奶油，它的奶油看起来是自己做的感觉，奶油很好吃，而且它有加焦糖，所以它的奶里面会有这种糖香，就是那种甜甜的香气，来搭配它的草莓汤。草莓下去，真的味道是点缀，它不是说啊下去有好甜甜酸酸，不是，它是有一种草莓香气，就是增添了它的香气，这样真的蛮好吃的。那个香就是只有它的香，你要咬到一个，不是说一咬下去就像你要嚼，它的香味才会跑出来，很优雅。这下的蛋糕体，蛋糕体感觉是蛮扎实的，不是那种蓬松的感觉，有点像黑糖糕的感觉。对。它的质感蛮像黑糖糕的，好好吃哦。对啊，因为它茶香很明显，像有些会标榜说哦这是什么铁观音，吃下去味道就很淡，可是它的蛋糕体就是已经有茶香在里面，所以很香哎。它虽然清清淡淡的，但是你嘴巴的那个铁观音的香味是环绕在你嘴巴，所以它不是说什么香精神，它就是真的是用茶叶做的，才会有这种自然的味道。自然的味道会有那种温和的那种香气在你口中，这个配茶很好喝。这真的，我是觉得你有糖尿病的话，那你又很想吃甜点，那我觉得这一道非常推荐，因为它的蛋糕体不会太甜。那你如果很喜欢甜，你是那种台南人的话，我不建议。因为它非常的温和的甜，但是那种你可以慢慢的吃下去，不会被它的甜腻那个，它就是茶香、奶香、奶油淡淡的焦糖味，草莓也没有加糖，咬下去会有草莓的香气。但是我还没吃到它的重头戏，就是它的那个铁观音奶油慕斯，好吃，真的很好吃，很香，一点一点的吃。对它的这个茶香，蛋糕体就有茶香，但是它这个奶油茶香味再更凸显出来。有两种，一种是这应该是刚刚的那种奶油应该是一样。有，我们特别有问他说哪一种是比较不甜。这个超推的。对，就是我们的推点，我一个人吃掉一个没问题。真的、哦？对，因为它不会甜。通常甜点吃到后面我不会想吃了，因为它有减糖。对，它的号称它是因为我会腻。这里还有进去的时候还有鸟脚的这个形状，好可爱。之前来没看到，应该是新开的。我们这次来澎湖几乎都是找没吃过的东西，还有没喝过的咖啡店。但是像是那种连锁店的话，我们经过有空档时间，我们还是住一下。但是这种类似这种个人的餐厅的话，我还是就是尽量找没吃过。它营业时间是5点到9点，但是我们定的是6点。但是我们想先进去上厕所。我们进门的服务生就直接上了一个他们的仙人，他说这里面如果有吃到那个绿绿的一颗一颗的，那是那个柠檬碎片，我以为是西瓜子，看起来像西瓜子。那我们就先喝一下它的仙人掌醋，加了一个醋，突然害我讲不出来。冰沙。对啊，它也就给付你一个这种小口杯，很厚实。蛮重，它的这个杯垫这一个海龟做的杯垫，这边好像很喜欢用大理石的东西。来到澎湖的话，几乎很多都会有仙人掌的那些甜点、冰奶饮料啊。我们是来第2天，第1天来的时候就是乱晃，也没有特别去找仙人掌，好清爽，有点醋，因为我是从上面倒，所以味道会比较淡，因为它上面都是冰沙。它下面可能会比较酸，所以你在吃的时候最好把它搅拌均匀，还蛮好喝的。我觉得就是仙人掌，虽然喝起来其实像洛神，都是那种退火，很适合夏天吃。他在先上前菜，他说这是什么一种拔类，就是贝类还是什么东西的那种的凉菜，感觉有点像泰式的，像这个，因为他刚刚一来就上线，我毫无防备。还没录它就跑走，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它是一种那种凉菜的海鲜就对了。它的调味方式有点像板的上来那个凉菜的一种，叫啥？就是那种板的才吃得到海蜇皮。对，类似，但是它的调味我觉得
我蛮喜欢的，因为它不会过重。像那种板的海蜇皮，我觉得它有点味道太，就好像用一种同样的一种酱去调出来，每一家吃起来都大同小异。这个因为它是自己做的那种创意料理，所以你可以吃出它的那种它微微酸酸的，然后很开胃。我本来想说，该不会是像那种味道，但是不是，它很好吃。底下有柠檬，这个有点像象牙棒。它上层铺满是我们台湾在地的海鲜料，什么？兰花棒。兰花，对对对，好高雅的名字。兰花棒。对对，那红色是棒做。对对对，很好吃哎，真的，那个会比较爽。对对对对对对，它这个是海鲜炒饭，是不是？它上面布满了澎湖在地的海鲜，看起来很澎湃。你好，是我们师傅自己手炒的小鱼干辣椒酱，哦，它可以搭配着我们的海鲜烘饭一起做食用。好，海鲜烘饭吗？对，这个这是烘饭，对不对？可以拌在一起吃。哦，好，谢谢，很香，这个要趁着吃。对，而且可以你看哦，开动。上面布满的海鲜哦，鹅啊，就是小卷吧，虾子，还有贝类，至少有四种海鲜，再加上他们自己做的 XO 酱哦，小鱼干酱，看起来就很好吃。果然是手做的。对啊，这样澎湖真的很厉害。他光用在地的海鲜就可以，就是订一堆饕客前来，因为我觉得在地这种东西是一个旅游的地方，就是很重要。因为你例如说你去日本，他那边在地的可能就是一些很厉害的牛肉啊、生鱼片啊那些，就是沙西米。台湾的话，台湾要比人家的那些沙西米，当然是不一定比得过，但是我们有在地的海鲜。它有他们特别的味道跟那个美味可以吸引别人来，像是我觉得我就比较喜欢吃澎湖的海胆，我不太敢吃日本海，因为日本海胆很多都是冷冻的，会有一种味道，那我就不敢吃。但是澎湖的海胆就很新鲜，所以在海胆进来吃澎湖就会有很多海鲜啊、海胆啊，然后各式各样很少在台湾本岛吃到的海鲜。那我再来吃看看这个，哇！他说要像切蛋糕一样切，但是我忘记了，我还是像那个，就是还是随便咬来吃，因为它的量给的很多，它弄得很扎实，所以你要光吃这个就饱啦。对啊，它给很多量，它光是前菜这个也给很多量。我们昨天吃的那一家的炒饭，我觉得非常的古早味的炒饭，希望它可以带给我不一样的惊喜。做个比较，看谁比较厉害。我觉得它不输哎，不输吗？昨天的很好吃哎，应该它有它的优点，它的蛋是滑的，所以这个不能算是完全的炒饭，应该比较偏向创意型的炒饭。它是炒饭，然后再盖上滑蛋，所以你可以吃到滑蛋的嫩，海鲜的味道。刚我吃那鹅啊就很鲜，小颗的，所以应该是澎湖的鹅啊。不会腥味嘛？不会臭？有腥味就直接走了。你看哦。它这种小鹅啊，就是澎湖特有的吧，不会腥，不会啊、所以怕腥味的人可以吃，很鲜。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我不是很厉害的海产达人，我只要说它不知道是某种贝类，好特别的贝类，它是软的，同时可以吃到不同的海鲜这样。它在火候上可能会输，但是它在创意上又有拉回来，我觉得还不错。那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海鲜的话，那可能它就略输一点，因为那种海鲜它的炒饭刚上来的时候，那温度真的很棒，热油油的那个饭真的超好吃，不错。那你如果喜欢吃纯粹炒饭是那一家获胜，那你如果喜欢吃纯粹的炒饭的话，是我们昨天吃的那一家获胜。那如果你喜欢吃的是创意料理的话，那这家当然是多利。那我现在就是配上他手做的酱料，感觉很辣你不用加太多，我觉得有点后悔，我刚刚太多下去。对啊，因为你酱加下去好像很辣，它里面的那辣椒酱、辣油，你这样才吃得出它的辣。你可以分一半给我，然后我会加一些饭。它不会很辣，它只是看起来很辣。那这是我们梅汁泡饭，那么梅汁呢是由师傅特制的青梅酱，再加上新鲜苹果下去调制而成的。那酱汁的部分可以带出我们泡饭的鲜甜度，还有它的脆度，那你可以试试看。好，谢谢。它很好吃，它不会让你很，就是因为我不是很会吃辣的，它的辣在我的临界点，它有辣香。发现它加下去之后，这个炒饭的味道就不太提升了一种那种就是
等一下有点辣，它的辣我刚好可以接受的辣度，如果再辣一点，我就会觉得加太多，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吃，很好吃。但因为它的辣是香，它会提味，好爽。我只能说加下去会变成一个爽，尤其是喜欢吃辣，它辣香跟油香传到我的喉咙去，很好。他们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他说是套馆，听起来好像是很奢侈，它下面是鱼那个鱼卵的，对，和蜜酱，他说蜜酱就是它的蜜酱，主菜创意料理，青梅酱好吃，好这个有不错。它这里每一道都有海鲜，它的那个酱跟那个海鲜很搭，青梅的酸跟它的香气，然后它不是用的很酸，然后稍微酸酸甜甜的，它替代了台湾那种传统的五味酱，因为我觉得五味酱有点会盖住海鲜的味道，感觉我觉得新鲜海鲜加五味酱我觉得很不搭，因为它味道比较重，又酸酸辣辣，然后这种的话，它反而可以跟它的鲜度做的一个 match， 它不会去抢。但是你又可以搜寻到它那种微酸、那种清美的香味，就像初恋的滋味。清美，对啊，好香，这也是很优雅的一道菜。是我们的炸海星啊，那上面淋的是我们的塔塔酱，我们里面有特别加入了紫苏籽增添它的香气。那吃它的时候要小心一下它的鱼刺，它不能整只都吃哦。你要慢慢吃哦。这个鱼啊，我们上次来的时候也是去一家无菜单料理，好像是阿华的爸爸开的。对，现在那个海大王现在已经又换成阿华。对啊，就是这个鱼，我也是第一次吃这个鱼，就是在澎湖，那它也是用酥炸的方式。这种鱼的非常细致，我记得我的印象，它就是吃起来很像有虾肉香味的鱼。你要小心它的刺很小小的，好好吃哦。真的吗？它配上的酱跟鱼很搭，真的哦。就很创意这样。就它这个酱，你看起来好像很浓郁，就是没有，但是微微的酸酸的这样。我觉得其实就是很像那个炸薯条，它不是都会配一些那种酱，提升它的味道，然后增加新的风味。对，它又可以跟炸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炸的东西胡椒粉最搭，其他如果你要什么酱跟它很搭的话，你就要很厉害，这是他们自己做的酱。而且他们还用胡椒粉做出字。对，那你看这里就有刺，所以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可是它刺是在中间。对啊。不是那种小旁边的那种鱼刺，比较容易挑出来。这要赶快吃，因为它热热的时候最好吃，好爽，好香哦！这鱼也太好吃了吧，刷起来。蒸出来的时候，然后那个肉会直接把它成糊。哦，所以清蒸秋菇，对，秋天的秋，然后米糊的菇。哦，不知道是不是在澎湖特有的鱼，叫做秋菇。我觉得这个分量真的很适合一个人吃他说，因为现在是比较偏秋季，所以它比较肥一点，所以它在蒸的时候，它的皮就会掀起来。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是很好吃。你看它连肉都掀起来，好嫩哦，好好吃哦。是嫩的哈。它就是你不用出力啊，你就抿一抿，它就扁掉化掉。那要加，可能应该有汤匙，要不然不能吃到它的那个它汤汁吗？好吃哎，它那个汤好好吃哦。那是油吧？它很单纯，它应该就是用酿造的酱油就这样子哦，没什么特殊的奇怪的。用蒸的清蒸的，所以它的汤就是那种有酱油的香气跟甜味。那这个就是这样子咯，你就是因为它汤匙放不下去，所以你就自己把它沾到汤里面去吃，沾到汤就更好吃。而且它的汤不死咸，就是清清爽爽的，好吃好吃，鱼真的很好吃。鱼香扇贝。菊香干贝，菊香扇贝，对，那这边比较有特色的是，它除了是扇贝以外，它下面里面还有加入橘子酱作为那个调味。橘子的品种是茂谷柑，对，茂谷柑，豆腐干，茂谷柑，对，茂谷柑，对，那是一种橘子的品种，吃起来比较甜一点，很甜。里面还有加入火腿跟玉米一起下去做焗烤，所以吃起来比较鲜甜。谢谢。好，谢谢。我发现这一家的主很喜欢酸甜的东西，这个就有加茂谷柑，刚刚的蜜酱就是青梅，还有它一开始的那个兰花拔也是那种加那个柠檬，所以就是你会吃起来很清爽，真的特别适合女生吃。而且我觉得它的样式其实一个人600块，我觉得这样非常的划算。
重点是吃的很精巧，就又有一些创意在。真的觉得有时候就是台湾的料理真的是靠在地食材跟厨艺，真的不输国外。像他这样讲，我就觉得哦，他的奶香真的很香，好好吃哦。这也是要趁热吃。光他听解说，他一个贝类里面都加了很多东西进去，哦，感觉会很烫。还有汤哦，一点点，好说有点烫。最当应该小朋友很喜欢，因为有很多 cheese。对，他挑选的 cheese 也是属于不想去盖住贝类的味道，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吃到贝类的那个新鲜度。奶香就是说不会说那种奶到一个夸张，因为它这样就盖到贝类，所以它是跟贝类一个融合，再加上那个火腿屑也不会说是那种很咸的那种，都在融合在一起，蛮好吃的。这是什么虾对，可以搭配我们下面的冬粉一起做使用。这是蒜蓉大虾，不好意思吗？蒜蓉大虾。对，虾骨是更小。对。好，谢谢。本来已经吃饱了，结果还给我送了一道最后的那个。这应该不知道是不是最后？对。哦，这个就是板的最爱吃的，所以我猜这个料理师傅应该有做过板的，因为他有些是从板的延伸出一种新的创意料理。像这个就是我板的很爱吃冬粉，然后上面就是虾啦、蟹啦一些有的，甚至高级一点，就是有些会点龙虾。最好吃的其实是这个，因为它吸收了虾的精华，超级好吃。这个冬粉超好吃，我先吃冬粉哦。其实他给的料理，以我们这两个大食量来讲，还蛮大的哦。如果说以两个女生会觉得太多，觉得女生你可能要跟他们讲看可不可以少一点，不能适合女生的食量的菜单。对我来说，我觉得已经饱到天灵盖去，就是吃一次，已经发现怎么那么饱。这样其实很划算的，好香哦！它是要搭配虾一起吃，各味道，它的粉条的粉吸满了它的鲜味，超好吃，我都吃到虾的味道。哇，它那个很大一条，它虾肉非常新鲜，脆口到一个，你在牙齿光刺进去的那一刹那，你就听到那种虾肉那种很脆，非常脆。谢谢，你要帮我换，好，好，还有汤，谢谢。你听到了没有？还有汤，它非常的新鲜，真的非常的新鲜。这是汤，我们的钟螺海鲜椰子鸡汤。那钟螺呢是澎湖特螺类之一，那汤喝起来会比较甜一点，是因为我们用新鲜椰子水、红枣跟枸杞下去做炖煮的。都帮我们换上新的盘子，好，谢谢。它这个虾肉啊，新鲜就不在话下，再拿来沾这个酱汁，超爽，好爽，好脆哦。光是用看的就觉得好吃。我光看就觉得这个应该是那种健美选手的虾，它的肉好脆，很嫩，不是很嫩，脆，很弹牙。对，它的肌肉非常的发达。健美选手的时候，那他说这个是什么？我忘记了。你刚刚有录到，我再重新看一下。我们这种就是丁鱼脑型的，不太记得起来是什么东西，我们只要负责吃就好。我只知道他说那个汤头是用椰子水、椰子汁，会很鲜甜。哦，是啊。然后有他们澎湖特产的，而且里面料还蛮多的耶。所以说特产就是这个，你在台湾也吃不到哦。好像这个有椰子的味道，椰子的甜味跟汤的甜味，让这个汤变得超级甜，超甜。这应该小朋友超爱喝的，这很甜，因为它汤上面再加上椰子汁的甜，好喝哎。然后料好特别哦，这看起来像鸡肉，就是你到时候你再翻说他说的是什么，我觉得料都蛮多的，有贝类，然后有这种类似小管的脚，还有鸡肉。排骨还是鸡肉？那是排骨啦，它的肉质的纹路是排骨，这个贝类应该就是这个贝类吧，就是这种特殊贝。这个虾虾，章鱼耶。哦，对，它料很多哎。重点是你可以加汤，可是我们真的吃不下，要不然我真的一个人把一碗嗑掉，因为它超甜。我们已经吃到天灵盖了。好甜，很少吃到这种煮法。我觉得大胃王来吃应该也能满意。你不要以为它是那种午餐单料也600块，可能觉得你会吃不饱。对啊。事实上，像我们刚刚中午是去吃到饱哦，我现在跟中午吃到饱的，中午反而没有吃那么多。不是，就是几乎都一样饱。都一样饱。海鲜的味道，每一口都是海鲜的味道，这也是海鲜的味道，很好喝，这应该会很受欢迎吧？真的、哦。
它炖到排骨的骨头都自己掉下来，炖得很烂。对啊，就好像你去拔牙齿，就嘣就掉下来。它的，我本来以为它啃柴，因为它看起来已经炖到黑黑丑丑，结果咬下去，这排骨超嫩，它火候很厉害，它应该真的是做那个做过那个，对，因为它的这排骨真的是很嫩，非常嫩，轻轻的剥下去，不需要处理。就适合阿公吃，阿嬷阿公吃。这种天气，椰子水很适合，它比较属于凉的这种汤。好，那我们今天如果它有甜品的话，再介绍甜品；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这样。好，拜拜。